我们是把董海川祖师当成第一代，所以我是第5代。有的人把董海川祖师当成是创始者，所以不把他当成第一代，这样算我就是第4代。可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不是从董海川创的，不是他创的，他是第一个把它什么应试的，把它应用在人世间的，所以把它称为第一代，啊，所以我是第5代，就董海川传尹福第2代嘛，这样算，然后传宫保田第3代嘛，然后我师父是宫保斋第4代嘛，到我是第5代，他就再继续教，啊，所以学拳的人的那个自主性，啊，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啊，跟佛家跟道家的修行也是一样的。你跟师父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团体讲什么经讲，不是的，都是你各自修炼，你该闭关，你该怎么样，有问题了来问我。啊，也是修道一定要有这种自主性，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所以只要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事业，长时间从事的一个东西，一定要养成什么自主练习、自主研究、自主学习的这样子的习惯，但是我发现这么多年了，我发现我学生里面能有这样子的习惯的很少，就是太过太依赖这个课程了。当然我不能像一般公园派每天1、3、5或者有一些他天天有，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不行，所以我想也是借这个机会我自己放手，然后各位培养一下你自主练习的，自主练习的这样子的习惯，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场地嘛，所以就是大家都来试试看，这样同意吗？那实际上在教这种东西的，在做老师的来讲，就是你不管是修行你不管是学一个长期的，或者学一个，我最近看一个网络上一个已经是不错的一个钢琴老师了，他跟一个钢琴大师，他到台湾来办演奏会的，他上他一个大师班，上一个大师班，那这里面他就说，因为这个大师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很坏，他在学校里音乐学院里面教学生，看上次教了，今天下堂课来看你没有练好，他就开始骂你你这样子你就走了，你不要学了，尤其那些拿奖学金的，你占了一个奖学金的名额，你不好好练，是不是？还要我来教你，我不要教你，你走，那他这样子是什么？他说他自己以前学生的时候也被一个大师骂过，他说你这样子弹，不如去不如去当个厨师，或什么，就是做一个比较好赚钱的嘛。你不要这样子浪费时间，因为那些大师的期待是他教的人是可以长久经营在这个领域里面，也成为一个大师的，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教的这个东西，大家学去你可以长久的去钻研。
发不发扬看个人的因缘嘛。但是你学去了，你学的有心得了以后呢，然后你会情不自禁的跟别人分享，这就达到一个什么有意或无意传播的一个效果了，是不是？如果说你学了，你没有练，下礼拜来你又没练，长此以往，会让教的人感觉到没有意义。我做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因为我说过，我们教武术啊，我当初出来教啊，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传艺，一个是赚钱这2个东西没有办法鱼与熊掌，这2个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为你如果是目标是赚钱，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你的教学就要迁就学生的需求，跟市场的走向。你不能说我要教什么我就教什么，不行的，因为别人不一定接受，所以你会赚不到钱。好，所以不能走赚钱就走传艺。传艺的好处是什么？是我要教什么取决于我，我要怎么培养学生取决于我，是不是？不受市场的影响。今天流行咏春了，我要去学点咏春来教；明天流行那个了，我要去 MMA 红了，我要去学一点打斗来教。不是的，我们是照我们自己的理念来教的，所以要达到传艺的效果，我们的教学，我们花出去的时间、生命，才有一点意义。如果这2个都达不到，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很久以来，我那个 COVID 之后，我没有到国外了。一个是年纪大了，还有那个长时间飞行，有点辛苦。可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两个通通没有。这2个通通没有，那我跑那么远去，我离开家1个月，奔波来奔波去，回家都要躺，大概都要休息1个月，我才能恢复。我这样子搞，钱赚不到钱，传艺传出去了，这次去这样子，下次去忘了，或者根本练错了，那我为什么要去教？听不懂所以我是让大家晓得一下就是在我来讲，我的心声是什么？就我自己在图什么？礼拜六的课，那以前是礼拜天啦，反正1个礼拜1次的这个课，是我自己的志愿，以前是没有收费的，后来不行，没有收费，那个乱七八糟来沾酱油的太多了，我要分时间呐。每个人来我都是很仔细的教的，所以来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真正想学的人，就是他分到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所以我就开始收费，开始收费，1个月2000，从过去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那你教或不教，你什么时候教，我通通不管。你论次教还是论月教还是什么，我通通都不管。你拿我就收，你不拿我不问，我也忘了。你们很多人都晓得很久了，我都记不清楚你们的姓名。你们来我也不会问你们的身家背景，有没有跟其他老师学过或什么，我通通不问。你们不来我也不会问，我也不会打电话去催，哎呀怎么没来啊，关心，不会。你们来学没有任何的牵绊，没有任何的牵绊所以各种人他抱着什么目的来，我通通不管，反正进到我的教室，我就是这样教。这是我自己的
自愿，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我的私人班就很贵，什么原因？因为私人班是你要的，私人班是你要的，你要的是我要花出多余的时间跟精力来做你需要的事情，那我收费就要高，是不是？因为你私人班不高，以前碰到太多了，从国外他是旅行来台湾，或者旅行经过台湾到日本或什么，哎，他就打个电话，哎呀，何大师啊 ，Master 何啊，我是哪里，我对你很崇敬啊，我都很佩服啊，我能不能跟你见面？啊，喝个咖啡好，我大老远跑，以前还是住台北了，啊，跑去到一个咖啡厅喝了咖啡，聊了一下午。他就花了一杯咖啡钱，占去我3个小时到5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啊，然后人就没有了，啊，所以我本来是充满着传播的这个意图啊，跟这个善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发现到得不到效果，得不到效果，所以开始你要私人的我就收费，这样子才让很多这种人这种人没有了，听不懂啊？所以让大家晓得我为什么出来教，我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教所以我知道大家在学啊，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各自有各自的需求，所以我从来不会给各位压力，说你应该要干什么，不应该要干什么啊。说你应该跟着我到哪边去，你们都要跟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啊，去同一个人场啊，我们去参加个比赛啊，或者大家都穿一个制服啊，来凸显我们八卦拳啊。我从来不搞这个的，从来不搞这个所以各位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你达到了。我希望各位每一个小东西，你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你就算只体会到一个东西没关系，你体会对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就对了，在你身上就对了。以后你跟别人分享这个东西就是对的。那这个东西是从传统的这个东西里面出来的。传承不一定要传承套路啊，多少个套路都把它沉记下来或者一定要传什么功法，不是的。传承是传承里面的精华，我们文化里面的那个重要的精华的部分，听不懂？这个就是传承。那时候到了，你把一个东西，你们练一个抻筋拔骨，你把这个正确的抻筋拔骨这个东西，你弄会了，你传下去了，哪一天？一个时候，某一些人，他需要这个东西的，他就可以从抻筋拔骨这个东西发展出一个什么？发展出一套他需要的他需要的技术来了。听不懂？所以技术永远不会失传，技术不会失传。因为技术每一个时代有它发展出来的新的技术，可是你如果基础理论、基础的东西失传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是吧？就是跟老美一样嘛。老美掌握什么？老美掌握那个最基础的学术里面最基础的那个知识跟专利跟那个技术应用，让你们去发展，你们去生产，你们去应用，你们这些国家去弄，你应用弄得再花再好，更好，
他的基础的东西在他手上，是不是？所以他可以制裁这个，制裁这个，制裁那个，因为什么？基础的东西在他手上。那你没有基础的东西，你只有应用的东西，人家把你一收，你通通没有了，通通都归零。文化也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传承不是传承那些套路，那些东西，套路当然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期许了啊，这也是我认为要发扬中国传统武术最重要的点，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所以让各位知道一下所以闲暇的时候，那个钢琴的那个大师啊，那个老师问他：“你一天练几小时？”他说：“在我成名以前，他是拿到好几种的冠军了，一个是肖邦大赛的第一名，然后拿很多奖。他说，在这个之前，学生时代，我一天大概最少练8个小时。到成名以后，要演出跟教学生，练习的时间少了，变成什么？上午2个半小时，晚上2个小时。所以在他现在每天最少4个半小时。那个老师说：‘哎呀，你这真不是人呐！怎么可以这样练？’他说：‘那你们闲暇时间干什么？你们闲暇时间就是追剧啊、刷手机啊、抖音啊。’这些东西，他说不是，现在大家不是都这样吗？他说，可是我没那个兴趣啊，我的兴趣就在钢琴啊。所以对我来讲，弹钢琴不是练呐，弹钢琴是我享受啊，他是真的喜欢弹钢琴。所以对他来讲，钢琴就是他的娱乐，就是他的休闲。同样的，大家学习这个东西，有时候学那么久了。我一直在讲，不要把它当作练，不要把它当作是在练功，把它当作是在玩。所以你把它当成是你的一种休闲，把它当成是你的一种放松的方式，把它当成是你的一种娱乐的话，你的时间就出来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练。我是不是几十年前就跟你们讲，不要当成练？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时间的练。什么叫做练？练就是脱离日常的正常的能力范围的那个叫做练。没有人可以那样子的，职业选手都不行，因为你会垮掉。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娱乐项目。所以取代掉他什么？取代掉他的追剧，取代掉他的看电影，取代掉他的刷手机，取代掉这些东西，他的娱乐是这个，他就有时间练了，晓得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转换成这个。千万不能当成练这个我这个想法，这个东西，你们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我我们是把董海川祖师当做第一代。
我们是把董海川祖师当成第一代，所以我是第5代。有的人把董海川祖师当成是创始者，所以不把他当成第一代。这样算我就是第4代。可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不是从董海川创的，不是他创的，他是第一个把它什么应试的，把它应用在人世间的，所以把它称为第一代，啊，所以我是第5代，就董海川传引符第2代嘛，这样算，然后传宫保田第3代嘛，然后我师父是宫保斋第4代嘛，到我是第5代，啊，晓得吗？啊，因为道家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都是很都是很隐晦的。啊，我最近在看一个书，叫做那叫何什么子啊？有一个先秦的春秋时代的一个道家人物，何冠子，他的书很少了。何冠子那个何是什么何呢？就是一个这个上面一个日，底下一个口那个，然后左边是一个鸟。何就是一种类似山鸡一样的，他把山鸡毛拿来插在他的帽子上面，他没名字，人家就叫他何冠子，然后他也自称何冠子。他就是道家人物，道家人物就是这个样子。他传你东西，他写书，他没名字的，啊，那我认为八卦拳、太极拳这些东西呀，它也是这样子传出来的。所以你追踪不到，他可能叫他，哎，你是谁？我是传灯人，传灯人是什么人？就是我把这个灯传给你，所以他当时叫传灯人。碰到另外一个机会，他传了，你叫什么啊？我叫送艺人，我叫送艺人，送什么？就是我把这个艺送给你，我对你叫做送艺人。所以我对你叫送艺人，我对他可能叫传灯人，我对其他的人是另外一个人。黄石公传张良那个东西，他叫什么？他叫黄石，就叫黄石公，是不是？那他可能又传给别人，在另外的状态下，也可能在松树下传了一个东西给另外一个人啊。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啊？你就叫我松下子，他就变成松下子了。所以以前道家很多东西传出来啊，是在这种状态下。你说谁传的，他就是这个。那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吗？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组人。所以我认为八卦拳也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从董海川开始，它从董海川开始传播，比较大范围的传播的，这样子的。好，对刚才这个传跟教跟学的这个观念有问题吗？没有。我讲出来只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对自己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你们也没有，你们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们学习有你们自己的状况，有你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在学习的是什么？我在学习的是这些我从事的东西，或者这样讲吧，我收了很多的茶壶，收了很多的玉，收了很多东西，收的时候都很宝贵。可是要学习的是什么？我要放，就是我可以没有它，就我教学教了30年，不管学生有没有持续，有一天我这个课程没有了，或者我说元豪那个东西放在网络上，
放在网络上也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啊，他也没有跟我讲啊，是不是？就放了这么久，这是机缘嘛？因为有他肯这样做嘛，那就很感谢他这样做。有一天我不教了，或者有一天他不放了，自然就这样就没有了，就算了，就算了。就我现在要学习的是这个东西，我现在要学的是这个，啊啊啊！所以不为自己以前的东西做有任何的牵挂，啊，应该断掉就应该断就断了，所以跟各位没有关系，晓得吗？我刚才讲的是我，那各位的情况可以能够跟我的状况能够衔接得上，能够配合得上，那当然是相当好，如果不行，也没关系，我是我，你是你，就每个人为他自己的需要跟为他自己去做，晓得吗？这样就够了，好，好，你们再试试看吧，那个肩。